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《威虎战机》。本作还有一个副标题叫做《雷暴行动》。游戏的一开场有2种吊舱模式可以选择，第一种是智能，第二种是前置。这也是本作的特色系统。咱们在捡到吊舱的道具之后，会出现2个保护球。如果你选择的是智能，2个保护球就会呈现180度，在你机体周围旋转，自动的为你抵挡敌方的子弹。如果选择的是前置模式，那2个保护球就会像我现在这样固定在飞机的前方。这样的话，机体的前方几乎是无敌的，除非敌方用激光、火焰或者是大型的能量球。2种方式我更喜欢前置，因为它可以确定抵挡前方的伤害。而智能模式，由于本作中后期敌方的子弹很密，所以说你不能完全保证机体的安全。刚刚打的是第1关的 BOSS，也是本作的封面怪蜘蛛战车。游戏当中有3种火力，分别是我现在使用的这种散弹，还有一种激光。散弹的射击范围比较广，但是单位面积之内的输出很低。激光的攻击范围比较窄，但是单位面积之内的攻击力比较高。另外还有一种武器，效果介于2者中间，但是3种武器的炸弹是不一样的。本作的炸弹系统也比较特殊，咱们释放之后会出现一个炸弹槽，它会不断的恢复，最大可以恢复3枚炸弹。如果玩家不断的旋转你的方向，恢复的时间会缩短。在游戏当中，如果玩家已经有了3枚炸弹，但是又捡到了一个炸弹的道具，那炸弹的总数会向上累计的。不过你依靠自己恢复，只能恢复3发。炸弹会给玩家提供一定的无敌时间。输出方面不用太期待，这款游戏不像是雷电，一发炸弹非常的疼。过了第2关，可能小伙伴们注意到了，第2关没有 BOSS， 很多的关卡都没有 BOSS， 因为本作的流程超级的长，这在街机飞行游戏里边是非常罕见的。一共有30关，大家没听错，30关，不重复的关卡，每关平均要打2分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投一个币，你能够通关的话，你需要打1个小时左右的飞机。听起来就是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，这是什么体力啊？1个小时啊！你腿站得住，手也受不了。所以可能我会分几期给大家录制，每期录个10关左右。10关我感觉就已经很长了，当年的很多飞行射击游戏都是8关左右。游戏当中还有副武器，同样也是有几种。我现在使用的是跟踪导弹。其实这个组合很多小伙伴看起来非常的熟悉，散弹的主武器加上跟踪导弹的副武器。我玩雷电的时候也是这个组合，因为这个组合非常适合单人，把你的攻击范围最大化，同时跟踪导弹也能够有效的弥补你的攻击盲区。如果双人玩的话，选择的武器范围会更加灵活一些，2个人配合的好，可以互相弥补对方的攻击盲区。
并且这款游戏如果是2个人一起玩的话，它是有一个蓄力的，2架飞机站在一起就会发动蓄力，分开的话就自动进行攻击。但飞行射击游戏不像动作游戏，搞这种配合是很难的，因为它的容错率太低了。飞机被子弹打一下就炸了，损失是很大的。因为本作的主武器等级最高是8级，这又让我想起了雷电。雷电那款游戏，如果你把武器吃满了，那在游戏的中途你被打爆了，那我感觉就没有心情再玩下去了，因为之前攒武器的等级攒了很久。万一中期被打到，一失足成千古恨。第4关还有一个隐藏的彩蛋，一会儿我注意收集一下。刚才那种一次性可以发射很多子弹的战车，感觉在雷电里边也见到过。就是这里，大家注意，屏幕上有4棵树在一起，咱们打左下这棵，这样就会出现龙，街头霸王的龙，并且它会发动一个升龙拳，发动之后你就可以攻击它了，它会给你出很多加分的道具。游戏的系统介绍到了第4关才算介绍完成。这里是第4关的 BOSS 卫星。威虎战机出品于1992年，设定已经比较细致了， BOSS 都是有名字的。像卫星这个 BOSS 到了游戏的中后期还有加强的版本。大家注意，它中间会发射出半跟踪的子弹，另外还有这种大型的能量球。这2种武器咱们的吊舱是抵挡不了的，所以说需要躲。中间打爆了，剩下2个炮台就好对付得多了。因为我的2个吊舱是前置的，所以说这种情况下站位就尽量靠后，靠中间，这样能够最大化的保证自己的安全。我玩这款游戏就是喜欢溜边儿，但在有些关卡身后是会出现敌人，所以说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背板。按照惯例给大家介绍一下游戏的剧情。虽然这款游戏已经出品了30年了，但是我查游戏资料的时候还能够查到非常丰富的信息，足以见得这款游戏当年制作的也非常的精良。故事发生在2667年，跟这个年代我是赶不上了。地点是人类殖民卫星瓦尔特。整个殖民卫星由一台超级计算机叫做母电脑德尔塔7代来进行管理，但是由于高强度的运算，德尔塔7产生了维度解禁意识，并且控制了机械向人类发动了战争。听起来就是又一个重装机兵的诺亚呀。人类猝不及防，节节败退，大部分人类在战争开始的前24个小时就已经被消灭了。幸存下来的人修复了2架德尔塔4代时期的战机，代号分别是军刀和弯刀，也就是主人公们驾驶的飞机。之所以修复非常古老的战机，是因为德尔塔4代时期的战机7代已经无法控制了。大家想一下，兼容性不行啊！你想一下，你把你的电脑升级到了 Win11的系统，很多 Win98时代的软件你就跑不了了。
无论你是兼容性设置还是以管理员的身份运行，都不好用了。所以说主人公就驾驶着这2架飞机，要去打倒母电脑德尔塔7代。屏幕右方就是2位驾驶员，第一批的是卡斯伯，2批的是菲利，没有3批，因为这款游戏最大就是双人合作，最多就是2批，有点可惜啊。2批的驾驶员菲利是一位女性，22岁，1.63米，49公斤。之前的职业是飞行特技教练，并且也是一位工程师，也参与了2架飞机的修复。大家听到这儿应该也能够体会到这款游戏的设定是多么细致，但是在我来看还不够细，因为没有给出3颗的成绩啊。比如说不知火舞87、55、91，比如说地法92、60、88。所以说虽然是一款飞行射击游戏，但是在设定的细致程度上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尤其是你想一下，你面对着玩家群体，对这些信息是十分关注的，并且甚至会进行比较。当然了，我是不会干类似的事情的，我没有啊，不要乱说，不要诽谤我。我的注意力还是集中在这款游戏上，毕竟是一款打飞机的游戏，流程非常长，注意力需要十分的集中。第7关又是一个有 BOSS 战的关卡，我现在的炸弹数就已经来到了4枚。本关的 BOSS 叫做飞龙，最厉害的攻击方式就是喷火，因为它喷的火咱们的吊舱是挡不住的。我连续放了4个炸弹都没有秒掉它呀，放的位置有一点偏，应该朝中间射的，连续4发，估计 BOSS 也就不行了。但是我自己的消耗也是很大呀。屏幕左下角能够看见炸弹的恢复的进度。游戏的难度曲线控制的还可以，不过由于关卡数量太多，玩家很难做到长时间的精力的集中。我感觉以现在的进度，这款游戏我恐怕会分3期，但其实这就属于作弊了，因为第2期我没有打好的话，我可以读档，并且每期的时间20分钟左右，也不涉及到游戏中后期视觉疲劳、注意力分散的问题，所以相对来说通关的概率就更大了，并且难度也降低了不少。第8关这里还是比较有创意的，看起来是陨石组成的方阵，但是里边有敌方的炮台。其实游戏的各种设定、打击感、操作感上都没什么问题，但是我对这款游戏最大的疑惑就是，它为什么要做30关？真的是太长了。我感觉当年在街机厅里边玩的《雌虎战机》就已经很长了，有10关，但是《雌虎战机》大概半个小时也就通关了。《威虎战机》这款游戏虽然长，但是你能够看出来它在一
些关卡的设计上，有重复的元素，并且很多关卡没有 BOSS， 所以说这款游戏真的是被拉长过的。不知道一款街机的飞行射击游戏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了解当年开发的一些内幕信息的，可以给我科普一下，解答我这个30年以来的疑问。之前我看过一些小伙伴讨论这款游戏，其中有一个的遭遇让我十分同情，因为他想看这款游戏后边长得什么样子，但是游戏的长度大大的超过了他的预期，他就使用游戏币堆过去，结果堆了50多个游戏币。这可能就是另一个极端，因为街机平台的飞行射击游戏大部分都是追求短平快，让你快点射爆了就走人了。但是这款游戏反而追求的是长久深啊。第9关这里是一个隐藏的奖励，你把6架飞机打爆是有奖励分数的。游戏的后期还有一个类似的，但是我感觉那个地方需要借助炸弹。而且刚刚打完 BOSS， 一般炸弹都放空了，所以想要拿隐藏的分数，可能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，这对我来说是不划算的。敌方又多出来一种新的攻击方式，它能够封住你的子弹，就是这种紫色的圆环，感觉非常讨厌。所以当子弹被封住的时候，我就倾向于去放炸弹。这里画面在明显的减速，屏幕上的单位太多了。这种情况反而有点像子弹时间，给了玩家更多的反应机会。游戏的中后期躲子弹的同时，还要考虑一个额外的元素，就是咱们能够捡到的道具。无论是增加你火力的、增加炸弹的，还是地面的加分的道具，都需要考虑，因为你捡到之后会获得一定时间的无敌，机体会闪光闪烁，关键时候就是救命的。因为这款游戏的炸弹放了之后，无敌时间持续大概也就2秒钟左右，实在是太短了，严重的不符合我的人设。这里就是过关了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